电影《春江水暖》讲了4个儿子照顾母亲的故事，这4个兄弟又有4个自己的小家庭，对应了4个季节，呈现了当下的时代人像风物志。最开始还是基于想拍一个父母开饭店的故事吧。那我回来开始调研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发现家乡巨大的变化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杭州2022年要举办亚运会嘛，然后阜阳作为一个区，也有3个场馆正在建造。那我是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一种时代感。那个谢谢你的哦，谢谢你功夫的演员大部分都是我的亲戚。我对那个的辛苦就是我不要紧。老大他以前开过饭店，就是我的姨父嘛。听讲我对个种子啊，你们带东西像给这种怪兽。老二就是渔民，是以前给我们家饭店送鱼的。老3、老4是我爸爸的弟弟，就是我的二叔和小叔。这里面大部分的演员都会在扮演自己所从事的职业，或者说相对来说演自己吧。这个电影不仅是家族总动员嘛，还是整个城市总动员，因为里面也牵扯到所有的群众演员配演，甚至里面还有演员拍着拍着就怀孕了啊。那我们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就会来改编剧本，把这个情节给放入进去。富春江它非常的婉约，在江边任何一个地方行走，其实都是可以跳下去游泳的。其实只要10几分钟就基本就离开这个城市了。就是所以这个山水对阜阳这边的城市居民来说就是一个日常嘛。我的家乡富春江。著名的隐士叫严子陵嘛，他拒绝了皇帝的仕途，归隐到富春江边来钓鱼，在阜阳就形成了很强很大的一个我们说文人的隐士图腾，英文片名叫《富春山居图》。600多年前，黄公望先生画了这幅名作。是想呈现像看长卷绘画的这种徐徐展开的一种阅读感，是一幅时代市井画卷嘛，在很多场与场之间的联系，就非常像庄周梦蝶，前景啊、中景、远景，其实是有不同的剧情或者说人物在那发生嘛。那另一个最重要就是从窦唯老师的音乐。《东游记》然后《天宫图》那2张专辑，实际上非常像西方的交响乐了，因为它其实那些音乐做了10几年，好像也没有很多影视作品去用啊。我们来试试，所以就是当时写剧本的时候会，比如设计那几个长镜头，就很多就会直接听着它的音乐来做这样的灵感。拍摄完成，将近2年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的演员比较特别嘛。对他们，我们一直是非常的恭恭敬敬，就担心他们会罢演。其中有一场戏很有意思，就是那个渔民他的妻子在一个商场里面。家族里个人我来是今晚起来，外头我外头。那因为他要来到商场，所以我们希望他能穿得整洁一点。我们的造型师也给他化了妆。拍完那场戏，然后他跟我说，我从结婚之后就从来再没有化过妆了，因为他一直在船上，他们的生活也在船上。劳动阶层不大会去夫妻之间会去表达一个爱吧。我是感觉其实是他们会有这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亲情和爱情，通过电影的方式让他们来表述。她的丈夫带她去逛一个夜市摊，然后买了块围巾给她戴上之后，妻子说：“今朝刚好生活看围巾啊，上3年的。3年。”我们2个人非常开心的在那笑，我觉得那个不是在演戏，我就觉得特别好。因为1月1号的时候吧，电影在法国上映了，票房也特别好。我们的电影海报和《小妇人》还有《星球大战》诸多国际影片放在一起吧，就特别自豪哦。当时开头的话，我们去杭州就会很方便。在电影里面规划了一个所谓的3部曲，春江经钱塘汇入东海嘛。现在春江是在举办亚运会前夕，那第2部我们说是举办亚运会，第3部是在亚运会之后，其实是大概花10年的时间。想来专注观察看杭州这座城市它的发展和变迁，
实际除了它的艺术价值之外，我们说也会有它的文献价值。